乔布斯的控制欲。1981年 ，Macintosh 还只是苹果公司内部一个不起眼的小项目。项目负责人是一个温和的工程师 Jeff Ruskin， 他设想做一台便宜易用的大众电脑。但有一个人盯上了这个项目，那个人在1980年刚被公司董事会强制移出 Lisa 项目，因为他在项目中制造了太多混乱和冲突，管理层认为他无法管理大型团队。他正在寻找自己的位置。那个人叫 Steve Jobs。当他接管 Macintosh 项目的时候，团队成员 Andy Hertzfeld 正坐在工位上写代码。Jobs 直接走过去说：“好了，你现在在 Mac 团队工作了。” Hertzfeld 说：“我得先把手上的 Apple II 工作做完。”乔布斯二话不说，直接拔掉了 Hertzfeld 电脑的电源插头，代码消失了。然后乔布斯抱起整台电脑，转身就走。Hertzfeld 只能跟着他，看着乔布斯把电脑扔进自己车的后备箱，开车带着他和电脑去了另一栋楼。乔布斯把电脑往桌上一放，说：“你现在在做 Mac 了。”这就是乔布斯的方式。他几乎不允许别人替他做决定，甚至不允许你自己决定现在该做什么。很多人把这种行为叫做控制欲，但如果只是这样理解，你看到的只是一个暴君，而看不到真正的张力。因为控制欲有一个问题，你控制得越紧，就越容易失控。1985年，乔布斯被赶出苹果董事会。那一年他30岁，他失去了公司控制权，而失去控制是他最不能接受的事儿。1981年，乔布斯接手 Mac 项目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推翻 Ruskin 的所有设想。Ruskin 想做一台价格不超过$1500的简单电脑，内存只有64千字节，不要鼠标，用手写笔或者摇杆就够了。乔布斯说不行，他坚持要用图形界面，要用鼠标，要把 Lisa 上那套昂贵的技术压缩进一台更便宜的机器里。Ruskin 愤怒地离开了。从那一刻起， Mac 就变成了 Jobs 的 Mac。 设计师 Bill Atkinson 开发出一个算法，可以在屏幕上画圆形和椭圆。所有人都很兴奋，但乔布斯说：“我想要圆角矩形。” Atkinson 说：“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吧。” Jobs 说：“这不是小事，这是我们必须做对的事。”他带 Atkinson 出去散步，指着街上到处都是的圆角路标、广告牌、窗户。你看，圆角矩形到处都是，这是自然的形状。Atkinson 回去花了1天时间，写出了画圆角矩形的代码。这段代码后来成为 Macintosh 界面的基础。还有字体， Mac 团队的程序员都觉得字体是次要的，系统能用就行。但乔布斯坚持 Mac 要有漂亮的字体。设计师 Susan Kare 负责设计图标和界面元素。乔布斯会走到他的屏幕前，盯着每一个像素。这个按钮的阴影不对，这个图标太复杂了，这里需要少一个像素的留白。团队成员 Andy Hertzfeld 后来回忆，有时候乔布斯会批评一些 Hertzfeld 根本看不出区别的细节。我都分不清第3版和第4版有什么不同，但 Jobs 总是能很果断地说，他喜欢这个，讨厌那个。他父亲 Paul Jobs 曾经教过他一件事。小时候，他们一起在家里院子里做栅栏。Paul 对 Steve 说，栅栏背面也要做得和正面一样好，即使没人会看到，因为你自己知道，这证明你追求完美。所以在开发 Mac 的时候，乔布斯坚持连电脑内部的电路板都要设计得漂亮。工程师们说，这在机箱里面用户根本看不到。Jobs 说，我能看到。他甚至要求电路板上的芯片排列要整齐，像艺术品一样。有工程师反对，说这会增加成本，拖慢进度。Jobs 说，一个好的木匠不会用劣质木材做柜子的背面，即使没人会看见。Mac 的发布会在1984年1月24日 ，Jobs 坚持要让 Mac 在台上讲话，但这是个临时决定。1年前，负责培训材料的 Hasmik Seropian 本来计划用 Mac 的语音合成功能制作新手导览，但乔布斯当时否决了这个想法，说成本太高。Seropian 只好改用磁带录音。
结果到发布会前1个月，乔布斯突然改主意了。他说 Mac 在台上说 Hello 会很酷，这导致 Seropian 的所有工作都要推倒重来。1月24日，当乔布斯在台上让 Macintosh 屏幕的亮起，那台米黄色的小盒子用机械的声音说 Hello, I'm Macintosh. It sure is great to get out of that bag. 观众爆发出欢呼，但只有团队知道，为了这一刻，他们承受了多少次乔布斯的推翻和重来。Mac 团队搬进 Bentley 3号大楼的时候，那只是 Apple 园区里一栋普通的建筑。乔布斯表示不满意，他希望这栋楼看起来不一样。1983年的一个周日晚上10点，程序员 Steve Capps 爬上了屋顶，他带了一面黑旗，旗子是他自己缝的，图案是设计师 Susan Kare 画的骷髅头海盗旗，但眼罩的位置换成了彩虹色的 Apple 标志。Capps 把旗子用生锈的钉子和一根废弃的金属杆固定在楼顶。第二天早上，所有人都看见了那面海盗旗在 Bentley 3号楼的上空飘扬。这不是 Capps 的主意，是乔布斯的。几个月前，乔布斯在一次团队度假会上说了3句话 ：Real artists ship, Mac in a book by 1986. It's better to be a pirate than join the Navy. 意思是，真正的艺术家不只构思，而是完成作品。在1986年之前，把 Mac 做成书本大小，当海盗比加入海军更好。第3句话触动了所有人。那时候，苹果正在快速扩张，公司内部 Lisa 团队和 Mac 团队形成了对立。Lisa 团队更大，资源更多，受到管理层信任，而 Mac 团队在 Jobs 眼里是一群海盗。他不想 Mac 团队变成公司里的另一个海军，官僚、缓慢，被流程束缚，所以他把 Mac 团队隔离出来。Andy Hertzfeld 说：“我们就像公司里的公司，乔布斯把我们屏蔽在官僚压力之外。Mac 团队有自己的大楼、自己的文化，甚至自己的冰箱。乔布斯下令把所有汽水换成 Odwalla 有机果汁。外面的人想插手 Mac， 不行。”苹果董事会成员 Arthur Rock 看到那面海盗旗的时候非常生气。他说：“挂海盗旗真是太蠢了，这简直是在公司内部搞分裂。”但乔布斯不在乎，他要的就是分裂，他要的是一支只听命于他的队伍。甚至有一次 ，Lisa 团队的人把海盗旗偷走了 ，Mac 团队又把旗子抢了回来。海盗旗就这么在楼顶飘了1年多。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消失了，再也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但那种我们 vs 他们的界限已经深深刻在 Mac 团队的 DNA 里。在公司里，乔布斯控制产品的每一个像素，但在生活中，这种控制变得更加极端。苹果前 CEO John Sculley 去过乔布斯家里，他后来回忆：“我记得 Steve 家里几乎没有家具，只有一张爱因斯坦的照片，一盏 Tiffany 灯。”一把椅子和一张床。他不是怕在身边堆满东西，但他对选择什么东西极其谨慎。乔布斯和妻子 Lauryn Powell 结婚后，他们开始讨论家具，而这一讨论就是8年。Lauryn 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们在理论上讨论家具讨论了8年，甚至我们还花了很多时间问自己，买沙发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家客厅空荡荡的，没有沙发，没有椅子。只有一张折叠桌和几把折叠椅留给客人用，不是因为买不起，是因为乔布斯找不到符合他标准的家具。他曾经还花了很长时间研究洗衣机。乔布斯对采访者说：“我们家的洗衣机不太好，所以我花时间研究了一下，结果发现美国人做洗衣机的方式全错了。欧洲的滚筒洗衣机更好，用水更少，对衣物更温和，洗得更干净。最后他们买了一台德国的 Miele 洗衣机，但这个决定也花了好几个星期。”他在饮食控制方面更加极端。大学时代，乔布斯读了一本书叫《一个小星球的饮食》，从那时起，他发誓不再吃肉。他开始践行极端饮食，有时候他连续几周只吃1-2种食物，胡萝卜或者苹果。他喝大量胡萝卜汁，以至于皮肤都变成了橙色。后来他读了 Arnold Ehret 的无粘液饮食疗愈系统，
便开始只吃水果和无淀粉蔬菜。他相信这样可以防止身体产生有害的粘液，还要定期进食来清洁身体。有时候他会禁食2天，甚至1周。乔布斯说，禁食让他感觉棒极了，你不必耗费能量去消化食物，从而节省出了巨大的活力。同事们记得，乔布斯还有一个奇怪的信念，他认为只要吃水果饮食，身体就不会产生异味，所以不需要洗澡或用除臭剂。但是在 Atari 工作的时候，同事们都在抱怨 Jobs 的体味，以至于公司只好请他去上夜班，让他一个人工作。最终，苹果的投资人 Mike Markula 不得不要求乔布斯在参加会议前必须洗澡。乔布斯的女儿也在某种层面上遭受过他的荼毒。他说，父亲有时候会一边吃杏仁一边贬低他，他会一遍又一遍告诉我有多么微不足道，直到我相信了。这样的爹，即便天纵奇才，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但乔布斯从不觉得这是问题。对他来说，控制饮食、控制环境、控制身边的一切，是一种纯粹的生活方式。1984年 Macintosh 发布了，但销量远低于预期。Mac 定价的$2495太贵了，性能不足，且只有一个软盘驱动器，使用起来要不停换盘，而且可用的软件太少。苹果公司发布了史上第一次季度亏损。乔布斯和 CEO John Sculley 的关系从这时开始恶化。1983年，乔布斯亲自挖来 Sculley， 仅用一句话就说服了他：你想用余生卖糖水，还是想改变世界？于是 Sculley 来了。一开始两人配合得不错， Sculley 负责营销和管理，乔布斯负责产品。但到了1985年，他们已经水火不容。Sculley 认为 Mac 失败了，公司需要改变方向。乔布斯认为 Sculley 不懂产品，不懂苹果的灵魂。1985年4月，苹果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董事会议。Sculley 向董事会提出要求，剥夺 Jobs 在 Macintosh 部门的所有权利，让他只保留董事长的虚职。乔布斯提前得知了这个计划，他决定发动政变，于是找到几位高管，试图说服他们支持自己，踢走 Sculley。但有人把这个计划告诉了 Sculley。Sculley 立刻取消了去中国的行程，召开紧急会议。最终 Sculley 和 Jobs 面对面坐在董事会里。乔布斯说，你真的应该赶紧走人，我从来没这么担心过公司，这都是因为你根本不会运营公司。John， 你的管理方式就是一言堂，但是你又完全不懂产品开发。Sculley 转向董事会说，我要求 Steve 下台，你们可以支持我，那我继续负责管理公司，要是继续看戏，你们就去找个新 CEO 吧。董事会投票了，结果是一致支持 Sculley。乔布斯输了，他被剥夺了 Mac 部门的管理权，只保留董事长的空头衔。公司给了他一间办公室，乔布斯称之为西伯利亚，但一个像 Steve Jobs 这样的人不可能甘心坐在西伯利亚。然而5月31日，苹果宣布了重组计划，乔布斯被调离 Mac 部门。同时宣布的还有公司历史上第一次季度亏损，以及大规模裁员。几个月后，1985年9月17日，乔布斯向董事会提交了辞职信。辞职信里他说，你们应该还记得，上周四的董事会上，我提到自己决定创办一家新公司，并递交了辞去董事长职务的申请。董事会没有立刻接受我的辞呈，而是希望我能推迟1周。我同意了，因为董事会对我的新项目表示了鼓励，并暗示苹果可能会投资。周五，我告诉 John Sculley 有哪些人会加入我，他确认说苹果愿意讨论与我的新公司在某些领域的合作可能，但随后公司似乎对我以及这个新项目采取了敌对态度。因此，我必须坚持要求立即接受我的辞职。我希望公司在发表任何声明时都能明确说明，辞去董事长职位是我自己的决定。管理层在这件事上的做法让我既难过又困惑，我觉得这种做法并不符合苹果的最佳利益。他带走了5名苹果高级员工，创办了 Next。那一年，乔布斯失去了对苹果的控制。
而对于一个一生都在掌控一切的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具毁灭性的失败。乔布斯后来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谈到了被苹果开除这件事。他说，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但事实证明，被苹果开除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事情之一。当卸下了那个沉重的成功过往的包袱，一切重新开始的变得轻盈，身边充满无限可能。这推动我进入了人生中最有创造力的时期之一。那段时间虽然痛苦，但患病的人需要这剂药。有时候生活会提着砖头来敲你的头，但不要失去信念。我确信让我坚持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我热爱着我所做的事。乔布斯花了12年才回到苹果。1997年，苹果收购 Next， 乔布斯重新加入苹果公司，但这一次他不一样了。他依然控制细节，依然对产品有绝对的掌控，但他学会了一件事：控制不等于占有，控制是为了让产品变得完美，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经历不可复制，选择却反复出现。有些人被生活改变，有些人选择改变生活。控制是乔布斯的起点，但当这种控制力从决定一切升级为砍掉一切时，另一种更可怕的形态出现了：极端专注。下期我们聊聊他如何通过删减获得成功。如果喜欢这期视频，欢迎点个订阅。我是 Stone，我们下期见。